Hello， 大家好呀！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行头是跟咱们的主题有关的。今天为大家请来这位嘉宾不简单，她是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小姐姐伊娃李一帆。伊娃是去年汉语桥全球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冠军。送给李一帆，祝贺李一帆！同时也把掌声送给不好意思，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就不用问了，问一下他好不好？我静一下。你想听一杰说什么？没事，无所谓了，就是说一下。今天就让伊娃给大家分享一下她学习中文的经验和秘诀。小板凳搬好了没有？咱们开始吧。下面就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塞尔维亚的李一帆伊娃小姐姐。Hello， 欢迎伊娃。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啊！谢谢Zoe美女的邀请，我很开心今天有了这次机会，可以跟您包括您的观众就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中文的经历和我的故事啊！谢谢您。欢迎伊娃，今天咱们还搞了一个同款的中国风。对呀，对，中文主题。好的，那和大家聊一下你是怎么开始学中文的？为什么要学中文？其实呢，我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让我想学中文这门语言，而更多的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因为大家都说这个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语言，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我到底能不能把它学好。刚开始大概是7年前，我在那个孔子学院的培训班开始打一个好的基础吧。我上了那边的这个培训班之后，我就开始自学中文了。然后这个时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了吧。因为呢，在自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我用的最多的这个学习材料就是中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然后呢，刚开始自学中文的时候，我用的是那些校园剧，因为他们的那个语言是最适合我当时的那个水平了。因为就很简单嘛，没有什么剧情啊，就是喜欢一个女的，然后他们巴拉巴拉，然后后来在一起了，就很简单。然后他们的你说，我好奇的是，你当时看的是什么校园剧？我都忘了。其实我不喜欢，真的是很讨厌这些校园剧的，但是一定要忍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唯一的我能看懂，然后可以听得懂的这么一个内容了。有了一定的这个进步之后呢，我慢慢的就转到了这个综艺节目。因为综艺节目的话，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就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想说啥就说啥的那种状态了。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扩大自己的词汇量的这么一个学习方式。我最近特别喜欢追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那个奇葩说。因为奇葩说他们的这些主题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呢有这个双方，对吧？就是有正方有反方，然后他们会用的词汇也是会有很多这个同样的话题的一些反义词和近义词，要么是奇葩说，要么是那个脱口秀。最近你刚刚说到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塞尔维亚学的中文嘛，然后的话很多的时间做输入，没有多少输出的机会，但是你的口语非常的好，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练口语的？练口语的话，自言自语吧，然后我睡之前也会在脑子里想象一下这个我接下来可能会碰到的话题，听起来跟那个神经病一样了，但是呢，学语言的时候，这个你需要了，就是我会想象一下，可能这个话题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对方可能会这么回复我的。然后我是怎么反应的 blah blah blah， 这些都会在脑子里练习一下。实际上真的碰到他们的时候，这个主题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就会想到我之前练习的那个了。
听起来很奇怪呀。我完全明白，因为我也用这个方法，就是要像神经病一样自言自语，就是自己在比如说做饭什么之类的都要用这个语言，自己跟自己说话，说哎呀你不要放这个东西，哎我应该要加这个东西什么之类的。我理解一模一样的。那你有没有用一些其他的平台？又是提到那个最适合你的老师和平台，那对我来说，italki 其实是其中一个。我找了一个中文老师，但是呢，我们是那种自然聊天的上课的模式了。然后我可能说错了什么东西，他会记一下笔记，然后发给我。所以下课之后就可以自己练习一下。说到 italki，Zoe 要好好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可以练各种外语口语的平台。我最近呢就在用 italki 练习我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شو هي المناسبات الموجودة بالصين؟ يعني اللي انتم كلياتكم بتحتفلوا فيها؟ مثلا في مناسبات كثير مهمة بالصين يعني الرأس الصيني حلو هي أهم عيد بالصين حلو italki 呢提供150多种语言1对1真人母语外教在线课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时间灵活的预约，大家也可以单节课支付，无需大量的预付费用，而且费用非常的友好，新用户低价试用，课程$5起步。如果大家想要提升口语，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记得输入折扣码 ZOECN， 新用户购买$10即可获得$5的优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过去7年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你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和最无效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创造一个语言环境。我即使在塞尔维亚就没有我身边的中国人，也没有这个真正的语言环境，我还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假的一个在家里的一个这么一个语言环境吧。就是说如果你看什么内容就看中文的原版的那种，然后呢如果要搜索什么东西也是要就逼迫你自己用中文去搜索。刚开始真的很难，因为还没有去适应吧，这个是对你来说全部都是新的，然后你就是用你非常有限的词汇量来找这些，但是呢慢慢的就习惯了。所以呢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喜欢那种轻松的这种状态去学习语言，但是呢我是喜欢这个东西本身，我喜欢中国，我喜欢中国的这个一切嘛，就是喜欢那个文化，然后社交媒体也好，吃的也好，美食，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吃货，所以呢这所有的都会让我就想更努力的把它学好，然后去中国的那一天可以玩得更开心，然后学中文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个学习目标不一样嘛，所以呢你要找一个针对你的，就是最适合你的这个学习方法，因为最有效的其实是骗人的吧，因为最适合您的可能不是适合我的，所以呢我建议就是多试一下什么都试一下，然后可能会找到一下你最适合的那个，最享受的那个。因为这个乐趣我觉得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是关键的。你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很有洞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在这门语言中的兴趣点，这个兴趣点像你说的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而且要尝试不同的方法，不是说你学语言你就只有这个方法，你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啊！这个真的是说得非常的好。那你觉得最无效的呢？你最讨厌的学习方法？最无效的话，我觉得背单词可能是最无效的。刚开始还 OK， 入门的时候就 OK 了，但是呢很快就要转到另外一个教材了，或者另外一个学习方法了。因为呢这个背单词对我来说
简直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了，因为没有这个语境了，然后你没有这个整个的句子了，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了。然后有很多词汇它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会去用的词汇了，可能它是比较古老一些，但是确实是这么一个意思了，确实是可以在这么一个句子可以用了，但是母语者就不会用了，所以呢，也白学了，就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了。我知道你是社牛嘛，然后的话，我也知道你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我想问一下，通过你和中国人、你中国朋友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你感觉咱们中国人学习语言的难点在哪里？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属于那种应试教育因为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学习语言的，或者学习某种东西的，也没有什么乐趣在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错误吧，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很多在那个小红书上会晒一下自己的这个笔记了，全部都是英文单词，然后没有一个句子，没有一个语境，啥都没有，就是大海的这样的词汇量而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呢，我可能建议像我一样可以用一下你喜欢的这个电视剧，像那个《老友记》，可以用它们来学习，对，可能比较好玩一些，然后也不会让你想放弃，然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好的，谢谢一帆小姐姐给我们分享那么多学习的干货也祝你新年一帆风顺，生意兴隆，万事如意，新年快乐呀！谢谢你，龙年大吉，龙年大吉。然后呢，谢谢宝子们，我还会和一帆小姐姐录一个英文的视频，是放到我 YouTube 上面。如果大家这个请期待一下，大家感兴趣的话，说不定我也会搬运到 B 站上来啊。好的，好的，咱们下次再见。好的，下次再见喽，拜拜。